在足球的世界，一流的门将、后卫或者是中场都是可以被培养出来的，但是只有前锋是独特的。随着上一场鬼抓人游戏的结束，终于迎接来了蓝色监狱第一轮的选拔赛。由于存活下来的11人都是前锋，所以在赛场上没有核心，没有位置，也没有战术，全部需要重新排兵布阵。最终，他们以猜拳的方式决定位置。杰的运气不错，在猜拳中获胜了。他选择了前锋的位置。此时，慧星教练说出了比赛规则：要在同一栋楼内的5支队伍进行循环式的车轮赛，一共有10场。在比赛结束后，排名靠前的2支队伍直接晋级，靠后的3支队伍全被淘汰。不过，落败的队伍中有一个复活名额，也就是队内得分最高的人可以直接晋级。杰作为一个排名靠后的球员，让他来担任前锋，大家都感到不满，就连比杰排名还低的和尚也对他开始了嘲讽。杰此时的内心非常的惶恐，他在想教练口中的从零开始创造足球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很快，他们就进入了5号楼的中央足球场。今天他们要迎战的是 X 队，对方的出场散发出了一种压迫感，这让杰瞬间冒出了冷汗。风月唤醒了杰。开球后，杰朝着对面带球，可对方直接上来3个人防守。面对这个局面，杰无法摆脱。这时，雷士则直接从杰的背后夺走了球，杰直接呆住，他无法理解雷士的行为，为什么会抢走队友的球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国神也夺走了雷士的球。两人在争执时，球被对方的球员趁机偷走。然而内闹并不是只有 T 队才有 ，X 队也进入了内闹中，场面非常混乱。此时的2个队伍是一盘散沙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夺。难道这就是教练所说的从零开始创造球队吗？杰正犹豫要不要去争抢时，一个人从混乱的人群中夺球而出，而他就是蓝色监狱里排名250的马郎赵英。马郎试探了一下杰，就以迅速过人甩掉了杰，然后直接射球。率先为球队赢下了第1份进球后，马郎开始了胜利的宣告。马郎的进球增强了 X 队的凝聚力 ，Z 队却互相埋怨起来。在后面的比赛中 ，Z 队依旧还是一盘散沙，反倒是以马郎为核心的 X 队开始团结协作，这让本就实力不济的 Z 队变得不堪一击。在团队的协作下 ，X 队又拿下了1球。此时杰意识到，无论是传球还是其他什么的，全都没用，不过只是0而已。想要成为那个强烈的1，就必须要有像马郎那样精湛的球技，可以进球的球员。有了这个强烈1的存在，拥有凝聚力的队伍就诞生了。Z 队的败北已经成为了事实。在这时，在丰乐的策动下，杰决定就由他让0变成1，丰乐负责吸引对方的防守。杰把球传给了丰乐，便直接奔向对方的前场。马郎注意到了他们的行动，即使比赛输了，只要 Z 队可以进球，那么以杰为核心的队伍就会诞生。这就是将0变成1的意思。杰最后冲向球门，获得射球机会。关键时刻，马郎出现在杰的面前。原来他一开始就做好了组织变成1的希望。这时雷士让杰把球传给他，杰又犹豫了。在这样的压迫感下，杰看到了像怪物一样的马郎，他下意识地把球传给了国神。众人简直不敢置信。接下球的国神踢出超远距离的抽射。分数也从5比0变成了5比1，但是这毫无意义的进球却加重了雷士对杰的意见。他质问杰为什么要传球给国神，而不是传给他。杰解释自己只是下意识的把球传，可雷士才不管这些。时间结束第1场比赛 ，X 队以5比1赢下了 Z 队，而国神的进球让 Z 队的0变成1，但是杰仍没有自己进球，并在休息的时候不断思考马郎所告诉他的问题。这时，球员解释说，如果要晋级，在2胜2负的情况下，至少要获得至少7分的积分点。最后，在慧星从0到1创造足球的理念下，慢慢导出世界第1前锋所需要的能力，而由自身所引发具有革命性的1球。至于谁会成为那个人呢？杰能否突破自己的极限？我们下一集再续。